女孩第一次进诡异副本，竟勾起了所有恐怖 BOSS 爱的欲望。地狱魔犬主动套上项圈，甘心做女孩的舔狗。暴君恶魔疯狂地咆哮着：“我要把这个女孩变成我的形状，让她做我的新娘，直到永远。”副本大 BOSS 更是露出自己38块腹肌，对着女孩霸气说道：“我的心脏给你当定情信物。”只因女孩进入副本就获得道具鬼剑鬼爱光环，可她还没弄清楚道具的作用，就被传到了一级副本幸福中学当中。当女孩将木离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间阴森的教室之中，紧接着面前出现一排提示词：恭喜玩家将木离进入一级副本幸福中学，通关任务，在副本中生存7天或找到人远星。规则：作为幸福中学的学生，请遵守校规，尊重师长，友爱同学。请记住，你只是一名学生。将木离回过神来的打量起四周，他发现自己坐在后排，面前的课桌上摆着一束白色蜡烛，昏黄的烛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将教室里每个人的脸映照得扭曲而狰狞，仿佛一个个来自地狱的恶鬼。就在这时，一个严厉而阴森的声音如同一记重锤突然从教室前方响起：入学考试马上开始，同学们不要再东张西望了。将木离闻声望去，只见讲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面色清白的中年女人，她手中举着一支白烛，烛火的光芒在她脸上投下诡异的阴影，使得她的面容显得更加扭曲和恐怖。她的眼神中透露出贪婪和恶意，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仿佛在挑选即将入口的猎物。女人敲了敲讲台，发出沉闷的声响：考试时间30分钟，考试期间保持安静，不准作弊，不准离开位置，不准扰乱考试。看好你们的蜡烛，从现在开始，大家把试卷往后面转。作为后排考生，江木离耐心等待试卷传递，他敏锐地意识到，刚才老师强调要看好蜡烛，这蜡烛说不定就是某种重要道具。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蜡烛挪到课桌正中央。很快，前面的试卷也传了下来。江木离开始查看手上的试卷，只见试卷上赫然写着：请问人体哪个部位的肉最好吃 ？A 大脑 ，B 大腿 ，C 手臂 ，D 心脏。如果有人类混入诡异，该怎么辨别气味 ？B 长相 ，C 动作 ，D 眼神。看着这些离奇古怪的题目，江木离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无奈。他在心里暗暗吐槽：这测试题也太不正经了吧！但他知道，在这个诡异的游戏中，不能用常理来判断，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心中默念3短1长选最长的口诀。对于实在拿不准的题目，就选择 C。就在他填到第3道题时，突然感觉到耳侧有一阵微弱的阴风拂过，他下意识就想扭头查看，却在最后一刻克制住了冲动，立即用手臂形成屏障，将蜡烛隔绝在阴风外，然后低头继续答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江木离这样谨慎，窗边的男考生就没这么幸运了。一阵邪风骤然扑灭他桌上的蜡烛，刹那间，一张腐烂的脸突然出现在男人面前，男人被吓出一声尖叫，瘫软在了座位上。下一秒，那张腐烂的脸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森森白牙，一口咬掉了男人的脑袋。咀嚼声如同催命符在教室回荡。江木离看着眼前这血腥的一幕，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恶心和恐惧。离被吃掉的那个男人最近的女生被溅了一脸，她死死捂住嘴巴，浑身颤抖，眼眶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泪水。这时，台上的女老师哒哒哒地走到只剩下身体的尸体位置前，皱着眉头嫌弃地说道：每次都是先把脑袋给吃掉了，搞得这么脏。说着，她的脖子不自然地转了180度，用贪婪的目光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恶狠狠地说道：其他人继续考试，警告完毕。女老师又拖着没有脑袋的尸体一路走到讲台上，讲台上开始发出同样嘎吱嘎吱的咀嚼声。江木离搓了搓手臂，只感觉教室里的温度似乎又下降了几分。他看了看手中的试卷，将第一题原本选的 C 改成 A。他想起了女老师刚才的话，心中暗自猜测，看来还是脑子比较受这些诡异的喜爱。脑子确实好吃。江木离咽了咽口水，继续答题。可接下来的答题堪称煎熬，他周围的诡异就没有消停过，各种鬼脸在他眼前忽隐忽现，发丝被无形的手肆意拉扯，耳畔时不时响起阴森的窃笑。这些诡异的行为让他感到既害怕又烦躁，让他觉得这些诡异不像要杀人的恶魔，更像是上学时班上那些讨人厌的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当他发现周围咀嚼声愈发密集，这意味着丧命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流逝，诡异们的耐心正在耗尽，危险指数正在直线上升，但他依然专注地答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活下去，找到离开这个恐怖副本的方法。当江木离一口气把所有题做完时，眼前又漂浮着一张清白的脸。他深吸一口气，突然举手：老师！清亮的声音惊得所有人脊背发凉，不只是女老师，教室里的其他人也纷纷转头看向他。因为江木离的出声，所有正在看直播的诡异全部注意到了他。什么教室里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玩家？我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天呐，这个人类怎么看起来这么可爱？这简直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婆！不是老婆怎么突然尖叫老师啊？别被吃了吧？我不忍心看。应该不会，我发现他表情还挺淡定的，说不定有什么对策。讲台上的女老师本来满脸阴沉，当看到是江木离举手时，表情突然放松了一些。怎么了，同学？然而女老师那张僵硬清白的脸，试图做出友好的表情，却显得格外吓人。江木离却仿佛没有看到女老师的恐怖模样，他冲对方微笑道：老师，我想要提前交卷。提前交卷啊？女老师似乎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要求，表情僵硬了一瞬，对江木离笃定的点头。老师，你看我的试卷已经做好了，而且也已经检查过2遍了。女老师接过他的试卷，在卷面上印出个红红的手印，颇为满意的点头。真是个听话的好同学。江木离看着女老师，空洞的眼神中居然还能看出几分慈爱，心想
这大概就是鬼见鬼爱光环的作用吧。原来小人类还是个学霸，人美心善，品学兼优。请问老婆还有什么缺点？我知道他应该缺点我。老师，那我能出去了吗？江木离问道。可以11点去教务处拿分班结果就行了。女老师给他说清楚细节，别走错了，是1楼的教务处。谢谢老师。江木离完全一副好学生的模样，亲切的看着模样恐怖的女老师。真希望能分到您的班级上。女老师听了，脸上原本腐烂的皮肤笑的肉都耷拉下来，显得更加恐怖。好了，快出去吧。江木离好像没看见似的，笑眯眯的夸他。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后也要多笑笑啊。真的吗？女老师惊喜的摸摸自己的脸。当然了，江木离肯定的点头，语气真诚的丝毫没有任何刻意。而教室里其他考生见状，看着女老师那张笑起来就露出血盆大口的狰狞的脸，集体沉默了，默默的在心里想，原来不是他们讨厌的喜欢，而是因为不能睁眼说瞎话。女老师被江木离的彩虹屁夸得找不到北，连腐烂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根。趁着对方飘飘然，江木离若无其事的顺起桌上的蜡烛，快步朝教室外走去。女老师看见江木离顺手薅走蜡烛的动作，顿了一下，立马脑袋硬生生转过180度，没看见他，什么都没看见。可爱的孩子夸我好看吧。他双手捧着脸，眼底满是陶醉，在转头看向其他考生时，眼神又恢复了阴森可怖。老师，我也想提前交卷。一名男考生见江木离顺利离开教室，急忙效仿，可女老师只是阴沉的走到他面前，怎么你也想提前交卷？那人被吓得一哆嗦，心想刚才你态度也不是这样的，难道就因为没有夸他吗？男人想了想，强忍着恐惧挤出笑容，老师你真好看。没想到女老师的脸一下子变得更加阴沉，你这是在骚扰老师吗？男人满脸崩溃，不是，刚才也不是这个效果啊。女老师暴怒道，可爱小姑娘的夸奖和食物的开口夸奖能一样吗？江木离将蜡烛贴身藏好，他隐隐觉得这蜡烛或许是某种关键道具，却不知道在他离开教室后，有人试图模仿他提前交卷，反而被吃掉了。从教室出来，走廊里漆黑一片，路灯散发着忧郁的光，可以看见墙壁上斑驳着红色的印记，上面写着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看样子女老师说的12点去教务处是半夜12点，毕竟这是诡异学校，大半夜上课也很合理。可现在也不知道是几点了。同学，现在是考试时间，你为什么在这里？突然一道低沉的男声从身后传来，江木离闻声看向对方，顿时呼吸一滞，心中惊叹，好帅的鬼。只见一个少年立在阴影中，即使光线昏暗也难掩他出众的容貌。直播间的诡异们瞬间炸了锅，怎么突然切画面了？我还没看够吃人吗？完蛋了，是裴寂，副本最终的 BOSS。新玩家这次凶多吉少了，我心死了。我水灵灵的新老婆难道就要这样没了吗？江木离却浑然不觉危险降临，反而扬起甜美的笑容。同学，我提前交卷了，题目不难，我很快就做完了。裴寂向前一步，阴影将他笼罩，灼热的视线仿佛要将他看穿。见对方没有立刻发难，江木离心中一动，乘胜追击。同学，你能带我去教务处吗？灯光突然闪烁，裴寂眸中闪过一抹猩红，转瞬即逝。可以。江木离暗自庆幸，根据他的经验，副本前期的诡异大多会遵循规则行动，只要不触碰禁忌，暂时还算安全。眼前这个帅气的诡异竟然没有动手的意思，自然要好好利用，那就太谢谢你了。他凑近道谢，敏锐地捕捉到裴寂耳间泛起的红晕，两人并肩走在昏暗的走廊上。江木离主动搭话，我叫江木离，你叫什么名字？裴寂。江木离点点头，我记住了。裴寂听到自己的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时，他身体隐约兴奋地颤抖。而在他们身后，一男一女两个诡异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男诡异正手忙脚乱地往眼眶里塞着掉出来的眼珠子，老大怎么亲自出来了？难道要吃那个香香的人类？我也想吃。女诡异则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骂道，蠢货老大要是想吃人还用这么麻烦，这分明是看上人家了。直播间里诡异观众们也炸开了锅，等等，这氛围怎么回事？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裴寂吗？磕到了，冷面包子 vs 元气少女，这 CP 我锁了。楼上的别瞎磕，裴寂肯定是在布局，这人类死定了。可是他真的脸红了。江木离从裴寂脸上的红晕移开目光，有点太可爱了。他怀疑这位裴同学不是诡异，是什么误入幸福一中的人类。走到1楼的时候，头顶的灯又闪烁了一下，江木离悠悠叹了口气，扭头看裴寂道，哎，你不觉得我们学校环境太差了吗？啊，裴寂没明白他的意思。江木离指了指头顶，你看这灯肯定是接触不良，这线路老化的严重，还有这墙也是，应该重新粉刷一遍，到处都是灰尘也没有人打扫。最后他总结，环境不好，大家怎么能学习的好呢？裴寂思索了一瞬，然后郑重的点头，你说的对。江木离没想到他乱说的东西裴寂也会说有道理，可是他的语气格外认真，偷偷看他的时候也有点可爱。最关键的是从4楼走到1楼这一路，他都没有遇上任何危险。他明明记得副本里在夜晚灯光闪烁的时候，就证明有诡异在接近，这是不是证明至少在裴寂旁边是安全的，也证明他的实力肯定是强于这路上遇到的其他诡异。江木离还记得这是1级副本，已经是难度极高的副本，新人进入1级副本基本都是当炮灰。他笑着重新试探，裴同学，现在学校有人在上课吗？裴寂带着江木离走下1楼，这一路上每间教室的门都紧紧关着，可他偶尔会有感觉有被许多目光盯着的错觉。有，现在是晚上9点23，是上课时间。裴寂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头，那些觊觎他的目光真是恶心。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些贪婪的目光是真实存在的。他完全没遇上其他诡异，真的是因为裴寂在旁边的缘故。尽管他现在没违反校规，就算有诡异出来也暂时伤害不了他，但1级副本的难度是与日俱增的。江木离摸了摸衣服口袋里那只只燃烧到一半的白烛，又瞥了眼裴寂的侧脸，心中有了思量。他2只手背在身后笑眯眯地看他，裴同学，你和我们这次的转学生是同一个年级吗？裴寂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不想错过他的任何表情。夜色很好地掩盖了他眼中的痴迷，所以他的语气还能保持镇定。是的，这样呀，不知道你是几班？希望我们能分到同一个班级。江木离顿了顿，毕竟你还是
是我在这个学校认识的第一个人呢。会的，他低声道，因为声音有点小，江木离没听清他说话。他凑近了一点，脸快要贴到他的肩膀。你说什么？突如其来的香味凑近，裴寂激动的瞳孔发红，那种灵魂的味道令他想要把眼前的人类拥入怀里，但是不行，人类都是很胆小的，万一吓到他怎么办？裴寂强自按压下心中的渴望，又重复了一遍，会分到一个班的，希望吧。江木离又在裴寂不舍的目光中离他稍微远了一些，然后自信说道，我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如果分到同一个班，我还可以教你学习，到时候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反正裴寂又不知道他的成绩，江木离丝毫没有任何心虚，张口就来。裴寂的表情却愣了一瞬，反应过来他说的话之后，瞬间激动的脸更红了。他刚刚是不是说了要和他一起？这不就是想要和他谈恋爱的意思吗？是不是太快了？人类不是都很含蓄吗？那他要不要答应他？裴寂面露纠结，他都说了想和他一起，如果拒绝的话，他肯定会伤心吧，毕竟他看起来这么弱小可爱。而江木离完全不知道旁边诡异的遐想，他觉得自己铺垫的差不多了，转头看向裴寂，那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好朋友吧？好朋友要互相帮助。裴寂也在同时目光灼灼的看向江木离。好，我答应你啊！什么？江木离话说到一半被他突然打断，不明所以的瞪大了眼睛。他答应什么了？当好朋友保护他的事情吗？可是他还没有说完呢。木离，对不起。裴寂说着又愧疚地看着他，漆黑的瞳孔里是痴迷的爱意。怎么就又对不起了？不会是又决定要吃掉他吧？江木离发现他实在不懂诡异的脑回路，手里捏紧了蜡烛，而裴寂则是朝他走近了一步。因为靠近的缘故，江木离能感受到他身上冷冽的气息，以及那双死死望向他的漆黑眸子。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先表白的。裴寂有些沮丧地垂着脑袋，我以为你们人类都是很含蓄的，所以才想着慢慢来。他说着眼睛又闪过红芒，没想到你说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其实我刚看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你身上的气味，血液流动的声音，还有漂亮的眼睛，我都想要收藏。木离，你要看看我的心脏吗？我把它送给你好不好？你确定这是在表白，不是在给他下死亡通知书？他一点也不想要别人的心脏。江木离对上裴寂那双因为太激动变得通红的瞳孔，以及身上不自觉溢出的黑色雾气，觉得事情有点太过离谱。可是看见他过分苍白的脸上那抹红晕，他顿了顿，虽然不知道裴寂到底误会了什么，但拒绝一个诡异的表白是什么后果？江木离不想体验，但是他不由得想起一个问题。在一小段沉默后，江木离困惑地眨巴两下眼睛。裴同学，我们学校允许早恋吗？这难道是诡异引导他破坏学校规则的手段？江木离不得不警惕，毕竟副本提示都说了，他只是个学生。裴寂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谈恋爱会不会违反校规这种问题。江木离能看见他的表情有瞬间的凝滞，原本帅气的脸上难得出现了怔愣的表情，好像真的有点可爱。其实就算不谈恋爱，我们也可以先当好朋友呀。他重新提出自己的好朋友论，当好朋友也可以互相帮助。江木离说着语气诱惑，笑容下面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狡黠。我们可以是彼此唯一的好朋友，你觉得呢，裴同学？就算裴寂不是故意引诱他触犯校规，但根据他的表情，恋爱在幸福一中也绝对是不允许的。江木离才不会真的做冒险的事情。唯一的好朋友似乎被他说动，裴寂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江木离笃定的点头，没错，就是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彼此就是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是被哪个字眼打动，裴寂的眼睛瞬间亮起来。好，我们是好朋友，那我们以后要记得互相帮助哦。江木离笑眯眯的歪头，目标达成。他还记得现在是在诡异游戏的副本里面，往四周望了望，自然而然的转移了话题。教务处就在这里吗？女老师说过教务处在1楼。下到1楼后，可以发现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小花园，只是仿佛许久没有人整理。远远看过去，花园里杂草丛生。这边是教学楼，教务处在另一边。裴寂果然顾不上害羞，给他示意小花园的对面。江木离问道：远吗？不远的。裴寂说着顿了顿，看向他的脚：你累了吗？如果累了，他其实可以抱他的，这样就能碰到他，还不会吓到他了。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裴寂已经准备好俯身把他抱起来，没有，主要是饿了。裴寂为不能抱到他惋惜，听说他饿了又皱起眉头。那我先带你去吃东西。江木离听到有吃的，先是眼睛一亮，而后才有些担心，诡异的食物他能入口吗？裴寂却好像看透了他的想法，特意强调很多转学生都喜欢在那里吃东西，转学生应该都是玩家。江木离瞬间明白他的意思，那就多谢阿季带我去吃东西了。裴寂听见他的称呼，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带他走了另外一条路。路上很远的距离才有一盏路灯，路灯和路灯之间像是一座座在夜里的孤岛。没关系的，现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上课，外面没人。裴寂怕他害怕，特意给他解释。江木离在心中分析他的话，也就是说，其实只要能顺利从考场出来，到去教务处的这段时间，只要不故意作死，基本上不会遇上什么危险。这也不难理解，就算这是一级副本，也不可能完全不给玩家活路，没道理第一天就要弄死全部玩家。江木离心里想着事情，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裴寂时不时就扭头把目光放在他的脚上，似乎还带着几分期待，有些关切地问他：木离，你还没有走累吗？好像巴不得他快点走累一样。江木离摇头，没有。裴寂就垂着头，一副丧气的模样，有点像没得到主人抱抱的小狗。江木离好像看明白了什么，把手伸到他面前晃了晃，我真的不累，不过要牵手吗？好朋友之间牵手是很正常的，对吧？白嫩的小手在裴寂眼前晃了又晃。此时裴寂看着江木离白嫩的小手，他毫不犹豫就伸手握住，随后裴寂的呼吸又急促了几分，他不敢太用力。明明以前一手捏爆那些人类的脑袋时没有任何感觉，可此时却担心稍微用力会让他不舒服。木离好喜欢好喜欢。在江木离没注意到的时候，从他身上蔓延的黑色雾气偷偷缠住了他的手腕，又缓缓爬上他的脖颈，一下一下的轻蹭着他的面颊，没有任何触觉。江木离却总觉得有被什么东西缠上的黏腻感。裴寂面色如常的牵着他，木离都说好朋友牵手很正常，他偷偷贴贴应该也很正常吧？这是我该在诡异直播间看到的东西吗？不仅不能进副本吃上肉，甚至还要被迫看别人和我老婆谈恋爱。另一边伴随着铃声响起，考试也结束了。幸存下来的人类从刚开始的50人到现在只剩下23人。此时江木离和裴寂也来到食堂，打完饭后两人并排坐了下来。
由于半年没吃饭了，江木离一坐下就在认真的干饭，而裴寂则坐在他身旁玩他空出来的那只手，像个刚拿到心爱玩具的小朋友，这里戳戳那里碰碰。江木离觉得痒的时候就把手抽回来，然后他又会锲而不舍地重新牵回去，这么来回了2、3次，江木离只好无奈地任由他动作。谁让他自己先说好朋友也可以牵手的？而且他在副本里捡的好朋友动不动就要把心脏送给他，万一他突然要礼尚往来，让他把心脏也送给他怎么办？这样一比让他玩手而已，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惦记着要去教务处的事情，江木离很快就吃完了餐盘里的食物。去教务处的路上，江木离又想起分班的事情。阿纪，我们真的会分到一个班吗？如果分不到一个班，那他出卖良心报道的大腿不就浪费了吗？会的，裴寂给他肯定的回答。那就好，毕竟我们要是不在一个班，我就没办法教你学习了。江木离还没有忘记他的学霸人设，冠冕堂皇的乱编，反正出门在外，他说自己是学霸那就是学霸。快走到教务处的时候，江木离终于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猜大概是其他玩家，赶紧把手从裴寂手里抽出来。在裴寂想要重新牵回来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劝他，有其他同学在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牵手。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是万一被举报给老师了，可能会误会我们的友谊。裴寂看看突然变得空落落的手心，有点委屈的点头，我知道了，不怪木离是那些人太讨厌了，如果幸福一中只有他们2个就好了。裴寂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因为江木离去食堂吃了一顿饭，所以虽说他提前交卷，但反而是最后到教务处的。此时20几个玩家都守在教务处门口，看见江木离完好无损的时候都有些惊讶，在他们来到教务处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就已经怀疑他或许是出了意外。此时看见他突然出现，本来还有人想要凑近和他说话，能发现规则的都是大佬，或许还能抱抱大腿，可是当他们试图靠近的时候，就感受到一股可怕的视线从江木离旁边的男生身上传来，那目光好像要把他们全部撕碎一般。能通过入学考试的玩家都是有些知觉的，当他们心中的警铃大响时，就意识到不能靠近江木离，甚至连一个目光都不敢再投过去。江木离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毫不相识的陌生玩家和他好不容易骗来的通关大腿之间，他当然选择后者。在没人看见的角落，江木离偷偷伸手用食指挠了一下裴寂的手心，然后被裴寂一下子抓住他的食指。干什么？江木离做出口型，没有发出声音。裴寂得意地晃了晃他的手指，眼睛亮亮的，真的很像路边乖巧任由摸头的小狗。江木离承认他有点被钓到，所以放任了他的小动作。看见这一幕，直播间的诡异都炸了。阿木离老婆旁边的狗男人是谁啊？老婆，在这里看这堆人类勾心斗角，还不如看我老婆骗狗男人。看看你们诡异老大不值钱的样子。就在这时，一声声悠长空寂的铃声在校园响起。凌晨11点到了，教务处的门被打开，第一个被叫进去的人是一个名为茉莉的女玩家，对方表情看起来有些慌张，在同伴的鼓励下才推门走进黑漆漆的教务处。在她进去之后，教室门砰的一声被关上，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大概过去了1分钟，茉莉脸色苍白的推门出来，眼底带着还未消退的恐惧。她的同伴赶紧扶住她，问她发生了什么。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江木离没有刻意去打听，只能隐约听到什么血恐怖之类的字眼。接着玩家们依次被叫进去，拿到属于他们的分班结果后，迅速去找他们自己的寝室，隐约听到他们的聊天，并没有公布分数，只说了分班结果。江木离在心里偷偷松了口气，看样子他猜得不错，这个分班考确实只是一次死亡考验而已，成绩并不重要，只要成绩不公布，他的学霸人设就不会倒。等到所有人都陆陆续续进入教务处拿到自己的分班结果，最后才轮到江木离。木离别怕，裴寂看见那些人类被吓得脸色不好的样子，赶紧安慰江木离，人类都是脆弱的，他的木离看起来这么可怜可爱，更应该好好呵护。他把自己的手指从裴寂手里抽出来，表情镇定，并没有害怕，只是笑眼弯弯看着他。我知道有你在，我肯定没事的。其实他从出来的玩家表现来看，教务处顶多就是吓吓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说这话就是轰轰裴寂，可裴寂一想到居然被他信任，心里就飘飘然。嘿嘿，木离，他的木离相信他，心里隐约升起几分自豪，看向教务处的目光愈发可怕。这些垃圾要是敢吓到他的话，他会杀了他们一定。江木离不知道自己一句话吊得裴寂对教务处还没有露面的诡异都生了杀心。他缓缓推开教务处的门，一开门就看见坐在位置上的是那位监考的女老师和另一个有点胖的中年男人。老师，我是来拿分班结果的。江木离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走进教务处，两人看见江木离，表情瞬间缓和了许多。教务处里原本压抑的氛围似乎在瞬间消失，尤其是那个女老师，更是直接露出笑脸。快进来吧。但是当江木离进来之后，裴寂默默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来，因为他走在后面，本来昏黄的灯光下只能看见一个阴影。两个老师发现有人不守规矩跟进来，脸色再次发生变化，不遵守规则死。死字还没有说出来，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出现在办公室。男老师这才发现跟进办公室的是谁，他的脸瞬间被吓得比平时苍白100倍。老师，我是来陪江同学拿分班结果的。裴寂淡定地走到江木离旁边站定，眸光冷冷地瞥向位置上的两个老师。江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应该可以陪他一起吧。明明他没有说什么，可那看过去的眼神却令两只诡异都不自觉抖了抖身子。江木离隐约感觉裴寂现在说话的语气和对他说话时完全不同，悄悄瞥了一眼裴寂的侧脸，冷峻的表情在感受到他的目光时瞬间变成了对他的笑容。男老师连忙不迭地回应，当然可以，同学之间就是要互相交朋友吗？谁能想到这一位突然要跑来和人类玩家做朋友，以前您不都是看不惯就杀吗？虽然这位江同学确实很可爱，嗨江同学是把你被分到的是一班。男老师又尴尬地对江木离笑了笑，好像刚才发生的变故完全不存在，和裴同学是同一个班。女老师则是小心翼翼把班牌递给他，没敢看旁边的裴寂一眼。本来流程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可是男老师看裴寂这么重视江木离，决定多说2句。江同学，你应该对这次的考试成绩很重视吧？要不然我们来看看你的分数。不，他一点都不重视。江木离一看见他提分数就预感不妙，他心里清楚
楚自己是怎么乱填的，下意识就露出笑脸，紧急转移话题。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该去班级报道了？不急，我们先说说成绩的事情。男老师一脸关切友好，而且你们班主任就在这里，这位周老师就是，待会你找他报道就行。女老师也就是周老师顺势点头，我知道你成绩不错，这次还提前交卷了对吧？对江木离艰难的点点头，原来是这样，那确实不错。男老师从抽屉里翻出一小叠卷子，在里面小心拿出江木离的试卷。江同学，你的分数是20分。看到上面的分数时，男老师手上的动作一僵。江木离听见21这个数字，则是已经放弃抵抗，脸上重新变成乖巧的笑容。他对上裴寂意味深长看过来的表情，理直气壮冲他笑了笑。21分这个分数，男老师感受到一股警告的视线，艰难的咽了咽口水。这个分数还是不错的嘛。裴寂这才收回目光，他的木离考多少分都可爱。谢谢老师。江木离脸面不改色接受了他的夸奖，没想到男老师还没准备放过他，特别好心的说道：“不过裴同学是我们学校的第1名，你们好朋友以后可是让他帮助你学习。”此时的江木离已经尴尬的想扣出31听了。裴寂感受到江木离的情绪变化，暗含警告的看了眼男老师，冷冰冰开口：“老师，我要带新同学去熟悉校园了。”好，去吧。男老师感受到身上的杀意，心里也委屈，明明他就是在撮合他们，怎么还生气了？老师，这个工作也太难做了吧？江木离离开教务处的时候，他已经很坦然了，他还拿着卷子在裴寂面前晃了晃，故意玩味的笑道：“完了，裴同学，我好像不能教你学习了。”裴寂一听这话，突然紧张起来：“木离，没事的，其实这样你也可以教我，我们还是能一起的。”他说着，目光逐渐转移到江木离裸露在外的脚踝和手腕上，眸色渐深。如果木离不愿意和他一起，那他只能想办法绑住他，让他不要离开。其实绑住好像也不错，这样木离就永远属于他了。他的瞳孔开始闪烁着红芒，噗，你还当真了呀？江木离没好气的笑出声音。在裴寂还沉浸在要将他绑起来关起来的情绪中时，江木离主动去牵起他的手，就算不能学习，我们也是好朋友。难道你因为我考差了就嫌弃我了吗？感受到手心里柔软的触感，裴寂身上的死寂在瞬间消散。当然没有，我永远不会嫌弃木离的，永远。裴寂格外郑重的保证。随后裴寂就带着江木离去逛学校，只是才逛到小花园，凌晨12点的钟声就响起来了。他不耐烦的皱起眉头，又不舍得看向江木离。木离，12点了，我先送你去女寝吧。江木离虽然不知道凌晨12点意味着什么，但也没拒绝他。好呀，女寝距离小花园的位置不远。等送到寝室楼下，裴寂就自觉地松开和江木离牵在一起的手，以免被宿管阿姨误会他们两个之间的纯洁友谊。在分开前，裴寂弯腰靠近他的耳边小声提醒道：“木离，记住你是学生，所有学校的职工都是为你服务的。”我知道了。江木离又听见你只是学生这个提示，已经大概知道了这个副本的要求所在。他冲裴寂弯唇忽地凑近，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裴寂正愣地盯着他花瓣一样的唇瓣。江木离狡黠地笑了笑，像只恶作剧成功的小猫。好朋友之间偶尔也可以亲亲。拜拜，我先去寝室了。趁裴寂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跑进女寝大门，撩完就跑，真刺激，嘿嘿。裴寂看着他小跑的背影，某种好像聚起了某种可怕的风暴，痴迷的爱意几乎要化为实质。一只手按在被江木离亲过的位置，反复摩擦直到变红。又幸福了，狗男人，老婆糊涂啊！为什么要奖励他？恨我不在副本里面，不然我也要和老婆亲亲。江木离跑进女寝大门后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裴寂还站原地，他冲他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就是确定裴寂能看到。等再扭过头，就发现宿管阿姨正坐在女寝大门的小房间里。姐姐，我是今天刚转学的转校生。江木离走上去跟他打招呼，宿管阿姨愣了一下才摆手：“什么姐姐？我的年纪都能当你们这群小孩子的妈了，不会吧？姐姐明明看起来很年轻啊。”为了确定自己的看法，江木离还故意凑近她的脸：“你看这皮肤状态明明跟小姑娘差不多，还有这头发质真好。姐姐，我问你怎么保养的头发，你不会藏私吧？”宿管阿姨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你这小朋友真会说话，不过不是我吹，我这头发是天生的，我平时都是用清水随便洗洗。原来是天生丽质啊，那难怪了。”江木离语气和表情都格外真诚：“我最羡慕姐姐这种天生丽质的人了。”宿管阿姨被江木离哄得找不到北，她热情地询问道：“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看看你寝室在哪一间啊？”“姐姐，我叫江木离，是一班的。”江木离把脑袋凑过去看宿管阿姨桌面上的宿舍表，我看看江木离住在415。宿管阿姨皱起眉头：“415啊。”江木离的目光也在此时一凝，他在415寝室上面那行414寝室的学生名字里面看到了任远星。副本的通关要求之一就是找到任远星，没想到进副本第一天他就发现了对方的线索。江木离注意到宿管阿姨语气不同寻常，好奇地追问道：“姐姐，415寝室怎么了吗？”415倒是没什么，同寝室的几个挺老实的，就是隔壁414寝室。宿管阿姨说到这里突然顿住，江木离意识到这可能是关键信息，赶紧追问414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就是有几个同学比较调皮。宿管阿姨模棱两可的说完，迅速换了话题：“好了，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宿舍休息吧。”说着就把宿舍的钥匙递给他。江木离感受到他不想提这个话题，也没有强求，现在有线索已经是好事了，于是也顺着宿管阿姨的话和他道别：“谢谢姐姐，明天我们再继续聊你的保养秘诀啊。”好，宿管阿姨心花怒放的点头，特别热情的拉着他：“有人吵你睡觉告诉我。”和热情的宿管阿姨分开，江木离这才捏着得到的钥匙上楼。走到4楼后，他听到有人在哭，江木离没有理会。在路过414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瞬，哭声似乎是从414传来的，可是听宿管阿姨那讳莫如深的语气，江木离没准备这个时间去探索，而是打开了415宿舍的房门。房间门一打开，两张一模一样面色惨白的脸就凑了上来：“你好，新室友。”“你好。”江木离友好的和他们打招呼。两个女诡异看见没吓到他，愣了一瞬，故意恶意的凑近他：“疑心室友，你的东西好像掉了。”江木离顺着对方的话低头，一颗脑袋停在脚边，对上他看过来的视线，那颗头恶劣的勾起笑容，嘴角裂开到耳根的位置：“你好呀，新室友。”说完
然就等着看江木离被吓得尖叫的模样。大概沉默了1秒钟，江木离才弯下腰，对着脑袋笑眯眯打招呼：“你好。”说着又把孤零零的脑袋捧起来，拍了拍他的头顶，温柔的劝告：“地上很凉的，你最好不要躺在地上。”那磕头的脸疼的一下变得绯红，结结巴巴的回他：“谢谢。不客气，毕竟我们接下来还要好好相处呢。”江木离弯弯眼睛，语气友好。3只诡异面面相觑，看着对面浑身散发着香味的江木离，在心中呐喊：“这是什么天使？他们的新室友绝对是天使吧？”3位室友星星眼的盯着江木离：“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江木离看他们不说话，就这么站在门口，再次提醒：“很晚了，如果不休息的话，宿管阿姨可能会生气哦。他还让我告诉他哪些同学不守规矩。”想起宿管阿姨那副凶巴巴的模样，3位室友不由得颤了颤，身体完好的2人往后退了2步让出路，而江木离手上那颗头则是留恋的在他手上蹭了蹭，才像颗皮球似的跳回不远处的身子上，努力把头放正。江木离见状勾了勾嘴角，果然就算是副本里面的诡异也需要遵守规则，不仅玩家是学生，诡异也是学生，他们也会害怕宿管。江木离淡定走进宿舍，宿舍门应声关上，江木离站在门口扫视了一下，一眼看到他住的4号床是左边靠近阳台那张，他正想跨步往里迈，突然被一只惨白的手拉住，是刚才脑袋掉地上的室友。江木离发现他表情心虚，其余2个室友在旁边也是偷偷摸摸不太敢看他的样子，拉着他的室友支支吾吾道：“那个新室友，你的床位还没有打扫，现在不方便住，要不然我们先去帮你打扫一下吧。”说着，另外2个长相差不多的室友则是小跑到4号床前，江木离眼睁睁看着他们从床上掏下来一大堆头发，一条小小手掌，还有一张红色的床单，真的好丰盛的见面礼啊！江木离大开眼界，显然这些就是3位诡异室友特意给他准备的东西。如果他一时没有准备躺在这上面，江木离虽然不怕诡异，也觉得有点恶寒。待会他们就打扫好了。拉着江木离的室友不好意思的别过脸，又小声请求：“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宿管。”江木离明白他们对他的态度，除了鬼见鬼爱光环带来的影响，还有他开始进门提到的宿管阿姨。难怪宿管阿姨说415宿舍的人胆量比较小。没事，江木离假装没看见床上那些东西，心安理得地任由2只诡异帮他打扫床铺。趁着他们打扫的时候，3诡异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头掉在地上的室友名为祝欢，另外2个长相差不多的室友是双胞胎姐妹，名为周美和周丽，她们都不是一般的学生。江木离想要趁机打探隔壁414的情况，可是祝欢3人都摇摇头，一副迷茫的样子。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江木离不知道这是不是变成诡异后带来的效果，只能暂时作罢。4号床很快就被周美和周丽重新铺好，3诡异人都各自上床睡觉了。就在江木离睡得正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他的寝室窗户翻了进来。